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世界里，有些作品如流星般璀璨短暂，而有些则如星辰般恒久闪耀。它们穿越国界与时代的边界，用文字塑造人类的灵魂，照亮了我们的过去，也启迪着未来。今天带你走进12部被誉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小说的文学殿堂。它们来自不同的国度，诞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却都凭借思想的深邃与艺术的高度，在世界文学的星空中占据了一席不朽之地。从非洲大陆的抗殖民之声，到魔幻现实的拉美史诗，从女性意识的觉醒到对种族与身份的深刻拷问，这些作品不仅书写了个体的命运，也映照了整个人类的共同体验。无论你是出色文学之门的读者，还是沉浸多年书海的老友，这份导览都希望带你重新认识那些曾让世界停下脚步，让灵魂震颤的文学声音。在哪部小说才堪称史上最伟大的作品这一问题上，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资深书迷，甚至只是偶尔读书的普通读者，往往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究竟是那种言语华丽、比喻迷人的小说才配得上这项殊荣，还是那种直面现实、冷峻真实的作品更胜一筹？是一部带来了深远社会变革的作品，还是那种以更隐秘的方式悄然影响了世界的小说？以下这份12本经典小说的名单，正是出自于各种原因，被认为可能代表人类现代文学巅峰的伟大之作。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敏感，点个赞，点个订阅，支持一下。如果你钟爱那些充满激情与复杂人性的题材，婚外情、豪赌、婚姻博弈，来自19世纪俄罗斯的熔炉制度，那么安娜·卡列尼娜无疑会高居你的最伟大小说榜单之首。自1878年全书问世以来，这部作品便屡次被包括《时代》杂志在内的权威媒体评为文学的高峰。本书由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结构宏伟，分为8部，讲述了2条平行却交错的人生轨迹。一是女主人公安娜，一位在婚姻中失望绝望的贵妇人，最终抛夫弃子，投奔年少情人，却在激情与社会压迫中走向悲剧。另一位是康斯坦丁·列文，一位苦苦追寻信仰与人生意义的土地贵族，他在土地改革与灵魂探索之间辗转徘徊。托尔斯泰以无与伦比的笔触，将爱情、痛苦与家庭的深刻议题交织进俄国社会的广阔画卷之中。书中人物群像丰满真实，堪称文学史上最具人性光辉的群体之一，尤其是对女性命运的刻画，可谓划时代之举。在那个偏见丛生、女性处处受限的年代，安娜·卡列尼娜展现了女性在欲望、责任与社会目光之间的挣扎与毁灭，让人至今读来依然动容。哈伯里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令人惊讶的是，他生前长期只发表了1部小说，直到2015年，在他临终之前，《胜利守望者》这部引发激烈争议的续作才问世。然而，正是这唯一一部作品《杀死一只知更鸟》自1960年出版后，便立即跻身文学经典之列，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基石。小说透过一个聪慧天真的小女孩琼·路易斯，外号斯库特的视角，深刻揭示了美国南方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现实。他的父亲，正义、公正且富有同理心的律师阿提克斯·芬奇，不仅成为小说中令人敬仰的灵魂人物，也在现实社会中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于正义、公平与父爱的理解。在美国种族矛盾日益激烈的20世纪60年代，这部小说引发了深远的社会反响，被视为呼唤良知与社会变革的文学号角。杀死一只知更鸟于1961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1962年改编为奥斯卡获奖电影，使故事与角色在荧幕之上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菲茨杰拉德创作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被誉为引导学生迈入文学批评性阅读殿堂的最佳入门书之一，也就是说，你很可能在中学课堂上读过它。这部小说由年轻的证券从业者尼克·卡拉维担任叙述者。他刚搬到纽约不久，便与神秘莫测、家财万贯的新贵邻居盖茨比结识。小说将20世纪20年代美国历史上被称为爵士时代的繁华与浮躁展现在读者眼前。
华丽纸醉金迷之下，却是一场对美国梦的深刻解构与质疑。盖茨比为爱执着，为梦而生，却最终悲剧收场。他的命运正象征着那个时代的幻灭与空洞。小说最为人熟知的，或许是其标志性的封面艺术：一双幽深的眼睛悬浮在深蓝色夜空中，俯视灯火阑珊的都市景象。这一画面不仅成为图像符号的经典，也在小说中以不同形式出现，象征观察、命运与无法触及的理想。已故哥伦比亚作家加布里埃尔·马尔克斯于1967年出版的《百年孤独》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以布恩迪亚家族7代人的传奇命运为主线，讲述了他们在荒野中建立小镇马孔多，又最终随最后一位后代一同走向毁灭的宏大叙事。小说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世界，平凡的事物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而神奇的事件却如日常般淡然呈现。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模糊了现实与幻想的边界，使小说兼具历史的厚重感与神话的永恒性。马尔克斯在书中强调了民间传说与神话叙事在拉丁美洲文化与历史中的核心地位，借此构建起一种不同于西方史观的文化表达方式。百年孤独不仅为马尔克斯赢得了世界级的赞誉，也为他在1982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这部作品被普遍认为是他文学生涯中最恢宏、最具影响力的巅峰之作，几乎成为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的代名词。英国作家福斯特在青年时期多次前往印度旅行，这些经历最终催生了他的代表作《印度之行》，于1924年正式出版。小说聚焦于穆斯林医生阿奇兹，讲述他与英国教授菲尔丁以及来访的英国女教师奎斯特德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故事发生在虚构城市昌德拉普尔附近的马拉巴尔山洞之行后骤然转折。阿德拉误认为阿奇兹在洞中对他进行了袭击，由此引发了英印两大种群之间的强烈对立。小说由此展开对帝国主义背景下种族偏见与文化隔阂的深刻反思，同时也探讨了在这种张力之中，人类能否超越身份认同而建立真正友谊的可能性。福斯特以细腻而生动的笔触描绘印度的自然景观与社会风貌，赋予山河草木以象征与哲理意味，使这部作品在情节之外亦具有深厚的美学价值。《印度之行》不仅是一部关于殖民与文化冲突的小说，更是一首关于理解与误解、人性与界限的长诗。常有人将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与威尔斯的科幻小说《隐身人》混淆，然而前者不仅非科幻，反而是一部深刻描绘非裔美国人身份认同的先锋文学巨作。小说由一位始终未被命名的黑人叙述者讲述，他自认为在社会中隐形，不是肉体消失，而是在社会结构与白人视角下被无视并抹除的存在。他从南方家乡出发，辗转求学，最终来到纽约市。在南方他面对种族压迫，在北方他依旧遭到歧视与剥削。在校园，在地下组织，在工会与街头，他不断陷入又挣脱各种身份与群体，经历了一场思想与灵魂的漂泊之旅。小说以超现实与实验性的叙事手法著称，象征语言丰富而深刻，探讨了种族、阶级、权力、幻灭与自我意识等多重主题，是20世纪非裔文学中的里程碑。看不见的人于1953年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被誉为非裔文学最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其文学地位与思想价值至今未解。被誉为西班牙文学之父的塞万提斯于1615年出版了全本的《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不仅被公认为西班牙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也常被视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故事讲述了一位痴迷于骑士小说的贵族，受受浪漫主义理想的影响，自封为曼查的堂吉诃德披甲跨马，携普桑丘出征四方，发誓要复兴骑士精神，扶弱楚强。尽管在旁人眼中他的行为显得荒诞滑稽甚至疯狂，然而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却跨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它代表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倔强与浪漫的执着，哪怕不合时宜，哪怕遍体鳞伤，也要为心中的正义与梦想而战。正因如此，小说不仅具有深厚的讽刺意味，也充满哲理与人为关怀。它不仅是对骑士文学的调侃与终结，更是对人为何而活、理想何以为真的发问与回应，其影响深远，以至于堂吉诃德式的一词被收入英语词典，意指愚勇的、不切实际但浪漫执着的行为。
托尼·莫里森于1987年出版的《宠儿》是一部灵魂深处震颤人心的小说，讲述了一个逃离的创伤与救赎之旅。故事发生在1873年，美国南北战争后的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主人公赛斯虽已逃离奴隶制度的桎梏，但心灵仍被过去紧紧束缚。在极端的绝望之中，为了不让女儿重蹈自己的命运，赛斯曾亲手杀死了年幼的孩子，并为她取名为宠儿。多年之后，一个自称宠儿的神秘少女突然闯入了他的生活，仿佛亡灵归来，将那段未尽的痛苦、愧疚与记忆重新唤醒。这个幽灵般的存在，既是对奴隶制历史暴行的具象化呈现，也是赛斯及其家人集体创伤的投影。小说以诗意、沉郁而深刻的语言描摹了奴隶制度的心理阴影，并强调家庭与社区在疗愈创伤过程中的重要性。宠儿在1988年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也被誉为20世纪探讨美国黑奴历史最有力、最动人的文学作品之一。它不只是记忆的召唤，更是灵魂的安葬与重生。弗里吉亚·伍尔夫以其标志性的意识流写作风格，在1925年创作了《达洛维夫人》。这部小说别具一格地将整个故事浓缩在一天之内，却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波澜。小说围绕着英国社交名媛克拉丽莎·达罗维在伦敦筹办一场晚宴的过程中展开。表面看似日常琐碎，但作者却巧妙地通过全知视角与人物内心独白交织，揭示了人物深藏心底的记忆、焦虑、爱恨与精神创伤。故事另一条线索讲述了一位患有战争创伤后遗症的退伍军人塞普蒂莫斯，他的存在映照了达罗维夫人内心未曾言说的空虚与哀愁。整部小说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起伏，而是借助意识流技巧，让读者沉入人物意识深处的情感波涛。这种全新的叙述方式打破了线性的时间限制，也重构了小说的结构美学。正因如此，达罗维夫人成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被视为最能体现20世纪精神风貌的代表作之一。在西方所谓的文学经典中，我们常常看到来自北美或欧洲的作家作品占据主导地位，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杰出作家与非凡作品却屡被忽视。尼日利亚作家阿西贝于1958年发表的《瓦解》便是一部勇敢突破偏见，最终赢得全球声誉的非洲文学杰作。小说讲述了伊博族男子奥孔克奥的生活经历，描绘了他与家人、家乡村落的日常，也深刻展现了英国殖民主义如何深刻改变了他的国家和文化。这部作品是非洲后殖民文学的代表，它揭示了殖民者视角之外那些原本沉默无声的被殖民者的故事。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非洲人民有机会讲述自己的历史与创伤，这一文学类型逐渐壮大并赢得了广泛认可。瓦解如今常作为世界文学和非洲研究课程中的必读书目，被全球读者发现并珍视。夏洛蒂·勃朗特于1847年出版的《简爱》是另一部被广泛列入学校课程表的文学经典。为了掩盖自己女性作家的身份，勃朗特最初以卡拉贝尔的男性化笔名发表此书。在那个女性作家上来立足文坛的年代，这一举动是无奈中的聪明选择。幸运的是，自19世纪以来，女性在文学界的地位已发生深刻变化。勃朗特如今也终于得到了她应有的文学地位与尊重。《简爱》是一部关于女性自我意识与独立精神的开创性小说。女主人公从一个孤儿、贫穷无依的女子，成长为坚韧自主、精神独立的女性典范。小说融合了哥特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风格，却又胆大创新，以内心的成长与情感的觉醒取代外在的冒险行动，重新定义了小说艺术的表现方式。尽管书信体小说在19世纪前最为流行，但美国作家爱丽丝·沃克凭借1982年的作品《紫色姐妹花》再度将这一形式推向了文学高峰。该书荣获普利策奖与国家图书奖，成为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南方，通过主人公赛利写给上帝与妹妹奈蒂的信件，展现了她从年幼被父亲性侵、嫁作人妇后继续受虐的黑暗人生，一步步挣脱压迫，走向自我觉醒的动人旅程。小说不仅描写了赛利的个人成长，也记录了她周围女性朋友与亲人共同奋斗、蜕变的过程。作品触及性别歧视、种族压迫、性取向、残障等一系列边缘议题，描绘了一群原本被社会边缘化的角色如何携手重塑命运、自主人生。
1985年，小说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得了11项奥斯卡提名。尽管获得了评论界的广泛好评，却一项奖也未能拿下，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的一大憾事。12部小说12种人生的隐喻，12面人类文明的镜子，他们或用幻想揭示现实，或与历史对话未来，在字里行间构建出一个又一个令人心醉神迷又无法回避的世界。他们告诉我们，小说从不是单纯的虚构，而是人类经验最深处的共鸣，是对痛苦的纪念，也是对希望的召唤。正因如此，这些作品才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鸿沟，成为全球读者心中难以撼动的经典。愿我们都能在阅读中穿越时空，在文字里遇见另一个更广阔的自己。